如果我们接下来20年还用现在的模式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出来就废了。就是因为你没有用，你的就是 AI 取代你太快了。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SL，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 Amanda 来跟我们一起聊先锋安格学习社区的运营。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大学它是有一些入学门槛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要学工程的话，其实你还是要具备一些数理化的知识。那在这个方面，安格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怎么样的支持呢？毕竟我知道你们这里是没有必修课的。就是担心他一直没有学学术知识，以后进了大学这种硬核学术怎么学？对，就是事实证明啊，这个不是理念了，这个是事实，现象啊，就是当一个孩子从非学术的地方获得了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后，这个能力是可以完全被迁移到学术学习上面的。就是我们有太多这样子的毕业生案例了，就是他在安格的时候或在先锋的时候，真的就是在玩，狭义的这个玩啊，但是在这个广义上面来看，我们觉得那个不是玩，那个是学习，或者那个玩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学习。那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个毕业生，他现在应该上大2，然后他在大1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想要学这个工程类的专业，那你就需要有这个基础数学101啊，这种基本代数什么的这些。那他其实小学6年级之后就没有再上过传统学校了，也没有学过中学的数学或者物理但是他在大学遇到了这个他想学的专业，要求他具备这个基础数学的要求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学就完了他就去学就很快的去学，就补上这些东西。怎么学呢？我用 B 站视频学也行，我去直接上大学的课也行，然后上课遇到不懂的时候问老师也行，我问同学也行。对他来说这个不是一个什么难的事儿，因为他就拥有解决问题，就是遇到一个我完全不会的东西，我怎么通过自己的学习去攻克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安格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培养这样的能力呢？他是我们电竞室的室长然后他发起这个游戏测评社，搞了很多这种游戏的测评，然后他还这个创办了安格这个小卖部然后他还自己通过减肥就减肥是他的一个学习项目然后他也因为要考托福，所以他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英语的学习方法，这都是他的学习有正式的，有非正式的，有跟学术相关的，有跟学术完全无关的但是这里面他都在学会学习所以他到了大学，当他需要去学数学的时候，他也可以用这些学习能力去应对学术挑战。就之前在您提到的这个舞会里面有一条是学会做人，对，那学会做人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其实实施起来非常的复杂。那你们是怎么样具体把这个目标给实现的？他在任何事情里面他都要学会做人呀，他哪怕只是去上一个选修课，那在课堂上，尊重老师当然这个尊重不是那种特别传统上的尊重，但是比如说他想带手机进去，一边上课一边玩，那他玩手机会不会影响到正在上课的老师？然后老师会不会给他反馈？他怎么接受这个反馈？又怎么调整自己的接下来的选择？这都是在学会做人然后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他很多孩子他是外地的嘛，然后家不在深圳，然后那他到了自己来安格学习，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自己的生活问题，吃啥，衣服怎么洗，晚上几点睡觉他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那你比如说吃啥，很多人可能都先经历过哇，终于没有父母管了，疯狂点外卖吃垃圾食品到发现自己可能要关注一下体重和健康了然后我怎么样去点健康的外卖，怎么样去了解就是这个比如说食物的配料卡路里什么这些问题再到我是不是可以尝试自己做这也是一个学会做人的过程然后再到日常，你本来就泡在一个学习社区里面，你不可能完全不跟人接触，所以你可能会产生冲突，可能会有意见不合，然后你们可能也要小组合作可能会面对自己可能真的压力太大做不完的东西，但是可能会影响组员，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你怎么去协调，这都是在学会做人就是他在生活中的就24小时除了睡觉都在学习做人
开始提到来安格的学生一般都是已经休学的学生，那想问一下，那安格就是有没有什么招生标准？比如说，其实我不愿意学，我也只是想来安格上学，这样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其实不筛选学生，我们筛选的是家长，就是需要家长完全认同和接受我们的教育理念，才可以。而且其实，在安格刚开始创办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么多抑郁休学的孩子。早期的时候，有1/3都是主动寻找非传统教育模式的家庭，带着孩子来的。是我觉得最近2年，特别是在疫情后，就新生里面90%都是因为厌学，然后开始有这个抑郁情绪这样的状态。所以您觉得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其实对这个整个青年抑郁有相当大的影响吗？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它不是这样的一个直接的线性关系，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放大器，它把本来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放大了，然后集中爆发了。那像现在抑郁症的休学的青年这么多，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会有严重的暴力或者是自杀倾向的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或者是万一发生了的话，你们有什么相应的预案去解决？自伤的这个想法和行为的孩子是有的，然后其实社区也有一个底线，就是你不能够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但当一个孩子他在社区他还是产生了这个自伤的行为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去执行这个底线，而是去了解和理解他为什么要选择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就一样嘛，就是他的这个行为不是问题本身，就是那个真问题是他采取这个行为的动机，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选择了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解决的是背后那个真问题，而不是只针对他的这个问题行为去惩罚他或者约束他。更重要的是那个支持。当然，当我们遇到我们觉得这个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或者心理健康状态已经到了我们承受不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评估。当我们觉得我们承受不了的时候，我们也会坦诚地告诉他和他的家长，可能孩子需要去更专业的干预环境里面进行干预治疗。你真的其实爱孩子和跟他有足够接近的话，其实不会出现他就突然间有个瞬间消失，或者突然间去做一些你完全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因为你跟他一直有连接的，除非这个连接断了。那为什么会断呢？所以其实回到本质还是要在大家日常这个相处当中预防这个事情的发生，而不是靠检查的机制去预防它。这个行为蛮赞同，因为我自己也给我朋友做过一些自杀干预，就是真的是因为你知道他是你很重要的朋友，他自杀之前一定会跟你讲一声，所以其实就在这个方面会起到作用。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中国大陆这部分，就是你们做这种创新教育，大概普遍的行业现状是怎么样？首先在制度层面缺少支持嘛，至少缺少明确的支持。然后大家你要选择做这个事情，真的就是要有一个在灰色地带翩翩起舞的，要下这个决心嘛。然后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环境，还远没有到真的完全理解和认可这种就自由教育模式的状态。然后其次就是到个体，但我觉得个体这个不仅限于大陆了，就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个体都有个体的困境嘛。只是现在面对整个的大经济环境的下行，然后所有人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减少，这也意味着其实不管你做什么样的生意，就是你各行各业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那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还要选择去做一个这么不确定的投资的选择，无论投资是金钱还是时间可能都挺难的。就我觉得大家在这些儿童观基本的这些价值观上面都是一致的，只是不同的团队他选择的路径不一样。那这个路径的选择跟他们过去自己在做教育或者做教育之前学习到的不同的理念，接触过的不同的这些体验，这都有关。所以大家形成各自路径的源头不一样，所以大家最后实际采取的这个方式会不一样，但大家想去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就是我很难认同创新教育这4个字，因为我觉得本质上它也没有什么
特别新的东西，就是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就你要说安格在做的事情，它新吗？它也不行。就因材施教，其实这个对，一直都有。因为一个主流的教育模式，它再怎么好，它都不可能完美的符合所有人的需求和需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总有理想主义者，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它都有它理想主义者。然后也有很多人会拿我们跟英国的下山学校啊，还有美国的涩谷学校去相比。我觉得，就还是跟刚刚那句话一样，就我觉得大家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就你要说我们的儿童观、教育观可能是非常一致的，但大家选择的路径不一样，也不太具有可比性。如果按照因材施教的说法来说，那您觉得就是我们之前所接受过的，就不管是中国大陆的义务教育，还是或者是高中的教育，或者甚至是大学的这些教育，你觉得都是一定是有必要的吗？还是未来我自己有孩子，我可能不见得会把它放进正式教育的场景里面，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的是一个能够给他提供相对同龄人，就不一定是同一个年纪，但是是他这个年龄段的社群的社交，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啊。然后一些丰富的多元的学习体验和内容，这个是必要的啊。然后一些来自更资深的学习者，可能是成年人，也可能是比他年长的青少年的这种陪伴和引导是必要的。就我觉得这3个是必要的。但它可能会出现在正式教育场景里，也可能会出现在非正式教育的场景里面。如果我有孩子，我会选择让他直接在非正式教育的环境里面成长，是因为我对现在中国大陆的可能正式教育环境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会有我的顾虑和担忧。就比如说这种过于强调的这种集体生命观，然后过于功利化的这种价值观，而且我自己有这个选择，然后我有这个条件，我就不会让他去接受正式教育。但我觉得对很多家庭来说，其实并没有这个选择。我觉得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它是不是必要的，可能它不是一个我从观念上可以去下的判断，它其实是源自于个人的生活选择啊。但是我觉得对教育来说，必要的是我刚刚说的那3个因素，就是同伴的成长环境，然后多元的丰富的学习内容，然后来自成年人的或更资深学习者的引导和陪伴。因为通过您刚刚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教师或者是教育者是一个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行业，因为它确实需要人的关怀和陪伴。但是你觉得在未来的这个发展中间，这个 AI 能够对青少年的教育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帮助作用？如果我们接下来20年还用现在的模式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出来就废了，就是因为你没有用，你的就是 AI 取代你太快了，所以我觉得它最根本的一个影响应该是开始倒逼现在的教育者们去思考，你应该给现在的你正在教育的这个下一代，你应该教他们什么？就已经不再是知识了而是应用知识的能力，掌握知识的能力。我觉得是这个冲击。但你说就具体到比如说当下今天明天明年3年它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可能不见得吧。因为第一个是 AI 在中国大陆也没有说这么的普遍，大家也还没有在用 ChatGPT。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教育者本身也不见得具备使用AI 的这个素养，所以看不到影响。但是我觉得你去看10年、20年、30年之后，我们应该现在开始改变了。然后我觉得它也不应该只影响教育，它其实影响所有人的生活。你生活都改变了，你教育怎么还能不随之改变呢？因为就是约翰杜维有一句话嘛，就是教育不是为了生活做准备，教育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我们其实就在生活当中，这个就是教育。那您创办安格也这么多年了，那您觉得相较于您创办初期，然后过了这么7、8年到现在，这个学生和整个教育氛围或者是家长的态度之间的环境有什么差别吗？还蛮大差别的。我觉得这个差别好像来自于也是家长群体的一个跨代。我们刚开始创办安格的时候，那时候来找到安格的家长大部分是70后、75后，现在的基本上都是80后。我会发现70后、75后的家长，他们对这种新的
就是非传统的教育理念反而接受度会更高。就是他们好像没有那么依赖于自己的这个成长中的成功经验，也可能是因为那一代人他们的很多成长成功经验都是非标的。但是80后的家长，因为到了80后，家长们本身的这个成长的成功路径已经非常一致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接受一个很不一样的成长路径反而比较难。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很明显的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抑郁症，的这个问题越来的越严重，然后比例越来越高。我觉得当然有整个社会氛围啊，社会议题让它成为了一个现象。当然这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过度诊断的问题，或者说还有个很基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问题嘛，就是你现在搜集的样本都多了，就是这个上面要求所有学校做心理筛查，你这个样本一多了，你就即便概率这个比例不变，你的那个结果也会增加，也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确实就从来我们这儿咨询的孩子角度来讲，就这个比例来讲，本身带着抑郁的诊断或者是在抑郁状态中来的孩子，这个比例是增加了很多。还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我们刚开始创办安格的时候，很多来咨询我们的都是网瘾少年，就是那个时候的孩子的问题是沉迷游戏。然后后来我忘了是哪一年，就最近某一年之后，这个不是有那个上线了那个防沉迷系统嘛，孩子玩游戏的时间被就是强制减少，对，物理性的卡断了，然后那之后问题就变成了抑郁症。就是你当然要武断的说这两个是线性关联，就是有点不太科学哈，或者不太合理，有点武断。但是确实就是你会发现，可能以前更早的时候来找我们的很多所谓的沉迷游戏的孩子，那个时候他没有严重到至于要去抑郁，可能恰恰是因为他有了游戏作为一个出口。然后现在的很多孩子，他能拿到手机或者开始玩回游戏，是因为他已经被确诊了抑郁症，就是之前那个出口被堵上了没有，然后我已经确诊抑郁了，这个时候没办法了，才开始给我放松，我才开始拿到游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察。那如果回顾您的创业经历的话，你可能会想到哪些 milestone？ 它就是一个马拉松的过程，它也不是匀速的，而且它有的时候特别的惊涛骇浪，有的时候呢又特别的平缓。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也不是做安格嘛，就也不是做全日制，是先做理想堂，做那课外机构。然后即便在当时决定要做课外机构的时候，其实对教育的理解和想法也还不是很成熟的，所以其实是一边觉得先 OK， 我笃定了我要做教育这个事情，我大概知道我想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就它不是追求功利的，它是真的在为人的这个成长提供价值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先凑到一起然后我们再来看什么样的形式或者说这个产品逻辑可以给青少年带来这样子的体验然后我们去设计，然后完了可能并不合适，然后有很多次的试错，然后你反复的打磨，就它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又到后面说好，那现在我们发现就好像这个课外活动它太单薄了，它有影响，但它的影响又不够大，然后真正需要的人呢又吃不饱然后我们再想，那我们怎么又再去转换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怎么把它变得更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然后也更有利于这个社会一点。它到最后已经变得跟我们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想的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终极的理想的状态。我觉得你要说每个人理想中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可能它不见得都是一个完全一样的答案对。所以其实你们几位合伙人对于教育的终极的答案其实也都是不一样的。某一个阶段一样吧，就我们决定要做安格的时候，可能对它是个什么样的这个学校，这个是有共识的。但是随着安格在成长，然后呢我们要不要做这个，你会长出很多可能性嘛，那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做那个，什么样是更好的比如换了场地之后，碰上疫情之后，然后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方法，那个时候大家会长出来不一样的想法就刚刚听了您的介绍，就感觉就是其实开一个这样的学校应该还是挺不容易的吧。我们的这个运营模式非常简单，我们的收入来源就一个，就是学费或者咨询服务费。然后我们的开支也非常的简单，一个大头是场地，然后人力，然后就是学生的这些学习活动的需要的开支成本然后我们的这个学费现在是1年14.8万
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期的人数上限是可能能到64个。我们最开始是觉得是60个，然后但是随着开学之后，导师和新生的磨合，学习内容的磨合，慢慢导师会挤出一些精力来啊，所以可能这学期能够最多在64个。然后现在我们是有15个全职导师，但是有1个正在休长假，在方舟旅行，所以现在在职的是14个全职导师啊，带64个孩子。那您觉得如果像对你们这种模式感兴趣的同仁，也要开一家类似于这样的学校，那他怎样进行一个从0到1的起步呢？就是我一直其实没有太把自己当成一个创业者，它不像很多其他的这种创业项目，好像它有一个现成的商业模型，不管它是一个新的产品还是什么的，你总有一些同行业啊或者可参考的这种行业数据来比照，然后你可以先就是在你创业之前，你大概就可以有一个这样的预测，就是我需要投入多少，然后每年它的运营的数据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跑可以让这个运营数据慢慢的健康起来，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回本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的这种教育吧，不见得会完全顺从这种逻辑。当然我觉得一个更传统的学校，你比如像国际学校或者是民办学校，就是你从传统的学校的那个模型来讲，它可以被这样标准化啊，就比如这个场地，然后这些设备，然后人力，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占比，然后相对应的我倒推我招多少的学生，然后我可能多少年我就能够回本，然后为了能够招到这些学生，或者根据学校的定位，我去招聘什么样的老师，然后这些老师都是什么样的，就大概在这个人力成本范围内我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就是先锋安格的这种模式，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本身对所有人来说，我觉得创办这个事业的人来说，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创业，它是你更长时间的或者人生当中的一段时间的修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模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给我自己带来数字上的回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真的做好了是这样的准备的情况下再来开始这样的事情而且它其实从小到大都没有关系，就是现在我们看起来很大，然后所以在大家看来可能会说，哎，那你比如租这个地方你怎么下定决心要花多少钱，你怎么计算你投入装修成本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在一个100平的一个小写字楼里面的一个小空间开始的，然后我知道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这种特别小微的创新学习社区，现在也还是这样的状态，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它跟创办团队的心态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你有寻求过一些比如说政府或者是投资机构的支持吗？没有，因为我刚刚讲了，它不是一个就是做一个产品然后获得回报，然后我来怎么给让股东获得收益，然后他能怎么退出，它不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去想过拿任何一个机构的投资或拿他们的钱或拿他们的资源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对他们的回报负责我只想对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团队还有选择我们的这些家庭负责。安格对未来的发展的展望和规划是什么样的呢？会想要继续扩大招生规模或者是开分校之类的？社区里面可能不会超过70个，因为一个是超过70个这个空间就已经很吵很挤了，另外一个是其实70个学习者15到20个导师这么一个90到100人的小社群已经很大了，就是如果它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已经没有办法再有那种紧密的一个社区的那种感觉了本来就是想做一个小的，就是它每个单点是个小而美的这种存在但是我觉得它是完全有潜力也可以规模化的，就是这个影响力是可以被规模化的，但它被规模化的方式并不是通过我们这一个单体长得很庞大，或者我们自己像细胞分裂一样去开很多的分校。因为我觉得就是从0到1创办这样的一个学习或者办成这样的一个学习社区最重要的资源还是人，然后人就是最不确定和最无法复制的东西，所以下一个假设有先锋安格 No.2， 它一定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存在因为它会有想要做它然后真的建立它的那个团队在当时那个状态息息相关，它一定不会是我们这个样子。但是成都先锋还有先锋安格作为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社区
它可以给很多想要做自由教育或者想要做学习社区的人一个参考啊，但大家可以去做自己的心目中的不一样的理想的教育。那如果家长想要联系你们，或者去来访问你们这个学校，需要怎么样做呢？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先锋安格社区，然后联系里面的相关工作人员就可以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 Amanda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有兴趣先锋安格的朋友，欢迎关注他们的公众号。有兴趣我们 NSL 创业平台的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